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和风尊者告别后，便在林燕的带路下前往丹域。两人来到一座名为天风城的城市，一到这里，萧炎便前往城中最大的拍卖场中购买了3种兽火。之后，他们便前往天风城的空间虫洞。要穿过这个空间虫洞到达下一个目的地，需要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林燕负责操作空间船，萧炎便借助这个时间修炼弄焰诀。经过地魔老鬼改进的弄焰诀，不仅可以一个人修炼，而且凝聚出来的化生火也更加高级。修炼弄焰诀需要将3种兽火融于体内，用斗气锤炼到极致，再将这3种兽火完美融合，最后便会凝出化生火。说起来简单，操作起来却十分复杂。萧炎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，在即将到达空间虫洞出口时才修炼成功。他手指上这一缕苍白的火苗将会成为他施展毁灭火莲的关键。两人出了空间虫洞后，林燕告诉萧炎，这里是中州的中心，也被称为中域，而丹域则位于中域的中央位置。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域西南。这片区域最强的2大势力是阴谷和焚炎谷。听到焚炎谷，萧炎心头一动。虽然他不敢将主意打到9龙雷罡火上，但对于天火3玄变他却很感兴趣。若是他能将天火3玄变剩余2变搞到手，战斗力绝对会突飞猛进。不过萧炎不知道焚炎谷会不会像风雷阁一般蛮不讲理，所以想着还是不要轻易暴露自己也会天火3玄变的好。林燕告诉萧炎，柳青家族所在的天皇城正好就是他们前往丹域必经的一座城市。两人当下便决定前往天皇城和柳青会一会。天皇城属于焚炎谷掌控的城市，城中2大势力分别是附庸焚炎谷的柳家和程家，而空间虫洞的管理权则一直在柳家和程家之中转换。到达天皇城后，林燕带着萧炎前往柳家，却发现柳家的庄园外几乎站满了手持武器的守卫。一打听才知道柳家和程家正在争夺空间虫洞的管理权。现在2家都带了不少人在城中心的广场那里。林燕明明记得这一年的空间虫洞是轮到了柳家管理，怎么现在又和程家在争夺管理权了？此时的城中心，身为家主的柳琴带着族中的人正与程家争论，但将管理权交给程家是焚炎谷的最新命令。程家请来了焚炎谷的赤火长老，赤火长老说焚炎谷的谷主下了新命令，他们需要请高阶炼药师前往焚炎谷助他炼制1味丹药，若是谁能找到高阶炼药师，空间虫洞的管理权就交给谁家。他还说若是柳家也能找出高阶炼药师前往焚炎谷，空间虫洞的管理权也能交给柳家。此事来得太过突然，柳青恳请赤火长老给柳家几日时间去找6品炼药师，但赤火长老拒绝了他，言明必须今天才行。柳青身后出落得越发诱人的柳飞不满地说，这个老不死的肯定是收了程家的礼。柳飞这话一出，就被柳青训斥，让他闭嘴。柳飞见状只能委屈地跺了跺脚，不再说话。1日之内找到6品炼药师前往焚炎谷，对柳家来说太过困难。就在脸色铁青的柳青准备带柳家人离开时，林燕带着萧炎出现，3人一番寒暄后，萧炎问柳青可是有什么困难。柳青并不想将萧炎牵扯进来，但见萧炎的态度坚决，还是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。得知只要能找出1名比程家请来的炼药师还强的人，空间虫洞就归还给柳家掌管后，萧炎二话不说就站了出来。他问赤火长老要如何比试来分出胜负，程家的炼药师说直接比灵魂力量便可，还说念在萧炎是晚辈，让他先出手。进入斗宗的萧炎灵魂力量不比一些7品炼药师弱，仅仅一招，萧炎就将程家的炼药师打败了。萧炎这一手让焚炎谷的赤火长老十分震惊，震惊过后，他便宣布天皇城空间虫洞未来3年的管理权将归柳家所有。赤火长老邀请化名言笑的萧炎前往焚炎谷。萧炎对焚炎谷很感兴趣，问赤火长老焚炎谷寻找高阶炼药师所谓何事。焚炎谷的谷主虽然对炼药非常感兴趣，但因为条件不全，并不能成为炼药师。不过他凭借着自身对火焰的操控能力，也可以用异火炼制一些品阶不高的丹药，但想要炼制高阶丹药，就需要其他的炼药师从旁协助，而他这次就是为了炼制高阶丹药才到处寻找炼药师。此时距离丹会的举办还有一段时间，萧炎想着这次去焚炎谷说不定还能弄到天火3玄变的后2变，便欣然同意前往焚炎谷帮忙。
在离开前，萧炎让林燕留在柳琴这里等他，还让柳琴帮忙查一下最近中域有没有一位叫小医仙的消息，以及新来的家族。说完，萧炎便跟着赤火长老前往焚炎谷。焚炎谷坐落在炽火山脉，炽火山脉中的火属性能量极为充裕，一进入这片天空，温度都高涨了许多。在赤火长老的带领下，萧炎来到一座火红大殿之前。来到这里，萧炎才知道焚炎谷请来的这些炼药师们还需要参与选拔。此时的殿中已经有10多位炼药师在此等候。大殿首位坐着一名身形瘦小、一头红发、衣着朴素的老者。这位老者名为唐振，是焚炎谷的谷主。他的身旁站着一位英姿飒爽的红衣女子唐火儿。萧炎见过焚炎谷的谷主后，便在赤火长老的带领下寻了一处席位坐下。见人已到齐，唐振说他需要动手炼制一味7品高阶的丹药，他需要2名能够抵御住他9龙雷罡火的炼药师来帮忙。所谓的选拔也十分简单粗暴，只要场中的炼药师将灵魂力量召唤出来，能够抵御住9龙雷罡火10分钟就算过关。9龙雷罡火中有龙威凝聚，在场能够用灵魂力量扛过去的并不多。唐振召唤出9龙雷罡火，放出9条细小的火龙后，在场的炼药师也开始出手，但纷纷都扛不住一火的威力。只有一位来自丹塔的克勤长老幻大师扛住了9龙雷罡火。萧炎还没有出手，但因为他年纪小，在场的众人都纷纷忽视了他。唐振需要的是2名炼药师，见只有1人通过，十分失望。一名想看萧炎笑话的炼药师提醒他还没有测试，可惜所有想看萧炎笑话的人最终都会被打脸。萧炎召唤出琉璃莲心火后，一股灵魂力量钻进火焰中，很快一朵巴掌大小、看起来极为精致的碧绿火莲出现。9条火龙猛地扑向火莲，但刚进入火莲周围，火龙就像见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火速退出。见火龙对火莲如此忌惮，唐振能肯定这是异火，但琉璃莲心火却不在他的知识范畴内。萧炎很顺利的就通过了测试，唐振也很开心，自己终于集齐了2位帮手。他表示只要能助他炼药成功，报酬绝对会让他们2人满意。他们要是有什么需要的东西，也可以开口。萧炎心头一动，说自己想要天火3玄变，但天火3玄变是焚炎谷镇谷之宝之一，并不能外传。唐振让萧炎换一样其他的东西，但萧炎却不甘放弃天火3玄变。他问唐振，这次炼制的丹药是否对他很重要？若是这个丹药比天火3玄变还要重要的话，有他相助，绝对会更有把握炼制成功。萧炎的话让唐振十分心动，因为他这次炼制的丹药对他来说十分重要。他的女儿唐火儿之前强行融合9龙雷罡火遭到反噬，留下了非常大的后遗症，若是再治不好，不到1年生气便会枯竭。所以为了这一丝希望，他答应了萧炎的要求。但焚炎谷的规矩他无法改变，所以他承诺萧炎只要炼丹成功，他可以给萧炎一次机会，只要萧炎能把握住天火3玄变便会属于他。虽然唐振没有明确答应给萧炎天火3玄变，但至少是有了一些机会。萧炎顿时喜出望外，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天火3玄变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